要找去抓炸胡的手牌的话，我的直觉的逻辑会是88以上的对子。原来我的直觉呢，其实是有问题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好，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回复一下我在5000买入6人桌锦标赛中遇到很多有趣的手牌。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我有打到前圈，然后有非常有意思的手牌，有些蛮困难的。然后我们就直接不啰嗦，我们就直接讲遇到最困难的第一手牌。好，这手牌是什么状况？这手牌是在盲注1000、1500，然后大盲前注1500。有效筹码呢，大约是60个大盲。我在 low jack 位 raise 1对10，好 raise 到3500，然后 bottom 位的玩家是一个打得不错的玩家跟注，然后大盲位的玩家也是一个打得不错有银金手链的玩家跟注。好，看到一个翻牌是753 rainbow， 底池大约有13000。好，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选择了领先下注。但我觉得领先下注在这种比较低的翻牌啊，我觉得是会有一定的频率。其实就是大部分的牌呢都在8以下，比如说456、237、246、278，我觉得都算是3张比较低的翻牌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比较低的翻牌呢，对于大盲位来说呢，理论上它可以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但我觉得这个策略其实不常见，我自己也不大会去执行这样子的策略。不管怎么样，反正对手领先下注了4000，那我这边有1对10，我的直觉呢会是一个跟注。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1对10不需要去加注去保护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策略上多人底池的一个特性。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保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这是一个多人底池。其实多人底池的话呢，我们加注的频率本来就不应该比较高。那我觉得1对10的话，放在一个跟注的范围之内，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策略。那这手牌我先把我整体的策略跟决策做完了，我再带大家看电脑软体，然后跟大家讨论看看。所以我选择了跟注之后呢 ，bottom 位的玩家也跟注。所以是3个人都看到了转牌，转牌是一张蛮有意思的方块 A。那方块 A 对于我们3个玩家来说呢，其实我的范围应该会有一些同花 A2 到 A7，基本上都会有。如果说我是 AJ 不同花 AQ 不同花，我应该会直接弃牌。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个3人底池，不是单挑底池。如果说是单挑的话，我的 A10、AJ、AQ 不同花，我应该都会跟注。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人底池的差异，所以其实我的范围会有蛮多的同花 A。那对于bottom位的玩家，他其实也会有很多同花 A 哦。他如果今天在这边跟注了一个 A6 同花 A7 同花，我认为他的翻牌一定都会持续跟注。所以大盲位这边选择了 check，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我们2家都有可能会有 A。我当然这边1对10，我认为预设策略的话一定是 check。bottom 位的玩家也 check。好，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合牌。那合牌，我觉得是这手牌最有意思的一张合牌啊，它是一个方块4。好，方块4它同时击中了一些潜在的顺子的组合，包括了后门同花。后门同花的话，我觉得组合其实并不多，但是一定还是有这个范围啊。譬如说带7的方块，很有可能6、7方块、7、8方块。我觉得都是很有可能在我的范围内，也可能在 bottom 的范围内，也可能在大盲位的范围内。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4、5方块嘛。所以我觉得毕竟是6、7、7、8方块、8、9方块，我觉得都有机会。总而言之呢，到合牌的时候呢，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位大盲位的玩家呢，又跳出来了下注13000。底池25000，他下注了13000，然后这个时候我的1对10，我就要做出决策。在我的逻辑里面，我认为我有 A 应该都会跟注，然后我认为除了 A 之外，如果我要找去抓炸胡的手牌的话，我的直觉的逻辑会是88以上的对子。但88跟99其实没有很好，因为阻挡了一些潜在它的炸胡。它的炸胡是什么？89，对不对？89跟69在翻牌的话，一个是卡顺，一个是双头卡顺，所以我觉得69就不是炸胡了。但是我觉得是说我阻挡了它潜在在翻牌会炸胡的手牌。
那我认为10以上的话，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守对。那我其实没有想多久，我10就扣了。然后bottom位的玩家很快就弃牌，然后这个时候大盲位的玩家开出了一个8-9不同花，但是它有一个方块9啊，它有一张同花的阻挡牌，然后它翻牌是一个卡顺，然后这手牌我跟了，我赢了。但是实际上我在想，其实这手牌我觉得它也会炸胡掉一些潜在4的手牌。潜在4手牌是什么意思？我认为 A4 2对它当然不用炸胡，但我认为如果他今天选择下注了，譬如说在翻牌选择下注了 K4、Q4 同花、J4 同花，那我认为这一个合牌就算击中了4，它都是必须要炸胡，因为它是没有任何摊牌价值，尤其是对上2家。那我认为这位玩家绝对有这个能力去炸胡这一些 J4 同花，甚至是一些我觉得一些3的对子或者4的对子，甚至是5的对子，我觉得他都必须要转成炸胡，这个实才有可能会是一个有利的跟注。但实际上我跟注很快，我赢了，但是我觉得这手牌其实蛮难的那我直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手牌的电脑解析。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电脑的建议呢，如果大盲位要有一个领先下注的话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是大盲位翻牌前的跟注的范围，我认为有颜色的部分呢，就是它会跟注的范围，我觉得非常的合理。这一些大部分的同花牌，然后10以上的对子，它应该要再加注Ace Queen 当然也会再加注，所以不在它的跟注范围。我认为这个蛮直觉的，所以它翻牌如果说真的要下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我们看到了有一部分的8、9、7、8、7、7、6、7、5、6、5、7、4、8一些卡顺2、7，一些顶对带很烂的 kicker， 5、3同花2对，4、5同花2对，然后很多的6我们最主要看到有没有6的组合，然后跟4的组合。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它非常多的，不管是 A4、A6、K4、K6、Q4、Q6，其实都会有一定的频率在翻牌下注。如果它要有一个下注的策略的话，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合理的。所以他今天选择了下注之后，然后我的策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的范围。那我的范围里面呢，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A10、A9不同花以上的这种人头牌 A10、AJ、KQ、KJ 不同花都是弃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建议的策略呢，同花牌会有一部分的弃牌但是我在猜他是选择了没有后门花的应该要弃牌看一下这个逻辑对不对？对，没有错。看到这边 KQ 红桃是一个100%的弃牌，然后 KQ 方块、KQ 黑桃、KQ 梅花是要跟注。有后门花带2个高牌，面对一个小下注的策略的话，是必须要跟注。当然，如果说你是 A4、A5、A6、A7，当然就不用讲了，肯定是跟注，甚至会考虑加注。那我们这边我的手牌呢，1对10呢，也会是一个高频率的跟注，高频率的跟注，只会有一个低频率的加注。所以他会比较喜欢加注 JJ 跟 QQ， 然后反而77、88、99、10都会比较高的频率选择跟注。我的10我的直觉也是选择跟注。那这个时候呢 ，bottom 位面对一个大盲位的领先下注，然后我跟注之后，其实 bottom 位能够跟注的手牌并不多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范围里面只会有一些88、99、10、89同花 A7、K7、A6、K6。我不认为它的 KQ 同花这边会跟注啦，譬如说 AJ、AQ 同花，我不认为它会跟注，所以我认为会有比较多这样子的范围可以看到黄色的范围，但是除了这个 AQ、KQ 之外。所以其实bottom位也有很多潜在的7的组合跟 A6、K6 的组合。那这边我们看到转牌的策略呢，大盲位 check 之后呢，我这边的策略我们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这边的88、99、10、JJ、QQ、KK 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频率的 check 黄色是 check， 我觉得也很合逻辑我试试下注想干嘛，对不对？所以都 check， 然后bottom位玩家也 check。好，这时候最有意思的合牌是这一位玩家选择了下注。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电脑软体如果说它有一个 check 下注半个帕跟下注满帕，我给它2个下注尺寸。那它的下注逻辑呢，当然最明显的会是一些6的组合，但是不会是 A6 啊。为什么不会是 A6？因为当今天它有 A6 的时候，它其实潜在了阻挡了我们拿 A 去抓炸胡的手牌，所以它反而选择了 A6，会选择 check。但是 K6 跟 Q6 呢，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下注，可以拿到任何的 A 叉的价值。然后它如我所说的，它的 Q4、J4、K4 呢，也会有一个下注的频率。那14跟94同花，我认为很多厉害的玩家，他们其实也都会拿这个来转成炸胡。我甚至认为，我觉得 K5 也都应该要炸胡。你这边可以看到 K5 跟 J5 也都是一个绿色，代表是下注的炸胡。但是这边的89同花跟89不同花呢，反而都会是一个 check， 令我比较意外。这些卡顺他没有选择炸。这个对手选择下注之后呢，这边就是我的策略。我这边可以看到，原来我的直觉呢其实是有问题的。我这边的话，我认为8899会是比较差的抓炸，但我认为10以上的对子应该会是一个相对高频率的跟注。但其实电脑不建议，电脑这边会选择会继续的手牌其实只会有 A6 跟 K6， 而选择用跟注。然后加注的话，只会有后门花，就是2张方块，比如说 KQ 方块、KJ 方块、Q10方块。如果说我今天中后门花，当然这些牌当然是要 raise。10会是一个100%的弃牌。他这边选择了100%的弃牌呢，其实跟注的 EV 为负一点。那我后来想到，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忽略掉了，其实bottom位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它有部分潜在的6的组合不少。它也会有 A7， 当然我不知道它 A7 合牌会不会抓炸，但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今天跟注了之后，这边看到的是 bottom 位的范围里面，它其实还是会有 A6 跟 K6 跟66的组合。我觉得这手牌如果说我换个位置，我是在 bottom 位的话，那我觉得10我可能比较容易跟一点，然后当然因为就少了一位玩家嘛。所以这手牌我是跟对了，但实际上电脑给的答案呢，其实不应该跟的。那我觉得这手牌蛮有意思的，3人底池会比较复杂一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一手牌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这手牌呢，我放在电脑软体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跟对了很帅啊，但是实际上好像有一点问题。那这手牌我们就讲解到这边。